宇宙中最神秘的6大未解之谜，也许再过1万年，我们也始终找不到答案。按照顺序，一个比一个惊人。第一个呢，造物主。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认为世界是由神所创造的，而到了近100年，科学的理论推翻了神创论，认为我们这个宇宙是来源于几百亿年前的一场大爆炸。然而，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也在公开采访时承认过，造物主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宇宙里存在着太多的巧合。就以地球来说，如果它再大一点，或者再小一点，离太阳近一点，或者是再远一点，地球上都不可能诞生生命能延续至今。不仅太阳的距离刚好给我们适合生存的温度，甚至还有月球和木星在帮地球挡住陨石的撞击，而这些巧合我们加在一起怎么看怎么像是人为设计的。不过造物主它不一定是我们想象中的神，它更有可能是一种神秘莫测的未知力量，或者是更高维度的智慧生命。第二个呢，暗物质之谜。科学家在对银河系观测的时候发现一个诡异的事情：银河系的边缘的星系和行星公转的速度都非常的快。按照常理说，银河系中央的超大质量的黑洞根本拖不住它们，早就应该被甩飞出去了。可实际上，它们一直在围绕银河系的中央黑洞做公转运动，这依然说明有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在维持着银河系的稳定，而这股神秘的力量至今是科学无法解释。第三个呢，宇宙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目前科学界有3种主流的说法。有的科学家认为宇宙它根本就没有边界，也有的科学家认为宇宙它是存在边界的，但是它的外面是类似于多元宇宙的更宏大的空间。然而第3种解释呢，是宇宙存在边界，但是它膨胀的速度甚至比光速还要快，所以地球的人类就算是穷尽所有，也不可能触碰到宇宙的边界。但是这以上的3种说法都是科学家做出的假设，它宇宙的边界到底是什么样，也许是再过10万年我们也找不到答案。第4个呢，月球诞生之谜。在大约46亿年前一颗名字叫做泰伊亚和火星差不多的流浪星撞击到了地球之上，在撞击的瞬间，海量的物质被抛射到宇宙当中，其中一部分的物质又被地球吸引捕获。在之后的数亿年间，这些物质围绕着地球做公转运动，并在此过程中呢，它们不断的碰撞融合，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月球。但是这也是科学家的推测，因为月球的存在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它主星和卫星的体积比例一般都是几万比1，而地球和月亮的比例竟然达到了恐怖的49比1，在整个银河系中，这种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且月球在过去的几万年间为地球挡下了无数次陨石的撞击，它的存在似乎就是为地球保驾护航。因此也有人猜测，月球很有可能是更高维度的智慧人操作的。第5个，马王堆汉墓。在1971年，马王堆汉墓在长沙被挖开，墓主人是和汉高祖刘邦同一时代的道家宗师李苍，所以马王堆汉墓它也是一个道家宝库，其中出土了大量失传的道家技术和古籍。其中有一本帛书叫做五星占，它分为2个部分，前为占文，后为五星的位置，大概有6000字，清楚地记载了秦王政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46年到汉高后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87年，在这60年间木星的位置，还有土星和金星的位置。而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都是后来更换的名字。在汉朝之前他们分别做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和天星。五星占中详细的记载了金木水火土这5颗行星的运行规律，和今天的数据做对比580天只差0.43天。而更为惊人的是呢，还有一本帛书叫做《天文气象杂占》，这本书的详细记载了29颗彗星的图片和运行的周期。我们都知道就算是用我们现在的科技观察29颗彗星的运行周期，至少也需要600年的时间，而2000多年前的道家人居然做到了。而更可怕的是，这些彗星的样子是21世纪我们用现代科学家望远镜才观测到的，而古墓中出土的帛书的图片我们做对比竟然高度的完全一致。这也足以说明，在汉朝之前的古人就已经拥有了观测天文彗星的技术和方法。自从马王堆汉墓的问世，法国人的书中说，中国人的历史它绝不止5000年。而更意想不到的是呢，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我们能读懂的内容非常的少，也就是运行的周期、规律、样子。然而这些都是帛书中的一小部分。关于汉墓出土的帛书，在天文方面重点是记载道家失传的占星术，也俗称木人占，就是根据天体的运行规律，再结合阴阳五行的一种汉朝之前的道家预测术。但是至今我们已经看不懂帛书上的内容了，因为这种方法早已经失传。第6个依然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5000言甲乙本，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道德经。而出土的道德经竟然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道德经内容完全不同。我们看到的道德经是假的，是被人篡改了700多处，因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是当时帝王将相家中的书，刘邦项羽当时看的，所以真伪性我们不用质疑。
出土帛书版《道德经》啊，居然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我们都知道啊，德代表的是人的修为，而道是自然的规律，这顺序不同啊，意思完全不一样。德经在前是更注重人的修为，其次是天道，而道在前是更注重天道，其次是人的修为。所以这里啊，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的关系。而天道的规律早就已经被人篡改了，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道德经》根本就不是老子所表达的真正意思。比如我们熟知的曲则全，枉则直，而出土的帛书上写着曲则金，枉则定。原来老子的意思啊，从来都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的这种毒鸡汤，而我们的书中还写着与善人言善信。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与善信，原来这里说的与善信呢，整句话的意思和原本的仁义基本没有任何的关系。之所以把这句话改成与善人言善信，是历代帝王儒生们希望底层百姓遵从儒家思想的仁义，而他们自己却从不遵守，这才是最坑害人的东西。还有一句话我们熟知的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句话可是《道德经》万人追捧的洗脑神句。而帛书中出土的，我们才看到真相，是上善治水，水利万物而有敬。原来老子的本意啊，和不争无为没有一点的关系。我们的书中还写着持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史，是以为道纪。而帛书上写着持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史，是为道纪。可见老子的意思啊，他根本就不是以古论今，也不是在完全的谈天道和古道，而是着眼于当下的社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帛书版《道德经》和现代版啊区别很大，几乎每一章每一句它都不一样。而《道德经》啊之所以被人篡改，是历代君王为了固化民众思想，他不希望普通的人都能拥有大智慧，而是用儒家思想来育民愚民，将老子最初的道家文化篡改成无为和不争，遵从天道，用这种思想来固化底层民众。而自从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再加上网络时代的加持，这才让我们看到了道家最初的文化是强悍的。当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呢，也受到了很多的阻碍，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不想打破这长久以来的固有思想，而庆幸的是最终还是公开出版了，向大家展示一个2000多年前的《道德经》。它不仅印刷很好，还每一页都有和篡改版做的对比，还有翻译，丝毫没有阅读障碍。所以这本书呢，建议每个人都收藏一本，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